2019年，美国硅谷一位名叫杰森的软件工程师正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他在谷歌工作了7年，拥有令人羡慕的高薪和稳定职位，但内心却感到空虚和疲惫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他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说服自己起床去上班。我有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，但我却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一样生活着。杰森回忆道，我的时间管理很完美，每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，但我却没有任何动力去执行它们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杰森参加了一个由前 NASA 宇航员马克·凯利主持的工作坊。马克在太空站生活了近1年，他分享了一个关键洞察：在太空中，我们必须精确管理每1分钟，但更重要的是管理我们的能量。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，如果你的能量耗尽，即使有再多的时间也无法完成任务。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，让杰森恍然大悟。他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是时间不够，而是能量不足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寻找能量的来源和流失点。杰森首先调整了自己的作息时间，确保每晚充足的睡眠。然后他开始每周固定健身3次。他还重新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，每天抽出时间弹钢琴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内在对话，不再被消极的自我批评所困扰。6个月后，杰森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不仅在工作中找回了激情，还开始了自己的副业项目，学习了2门新技能，甚至有了更加丰富的社交生活。我并没有多出任何时间，杰森说，但我的能量水平提高了，这让我能够更充分地利用我已有的每1分钟。杰森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，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，真正的关键不是时间管理，而是能量管理。当我们的能量充沛时，我们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事情，并且保持热情和创造力。当我们能量耗尽时，即使有再多的时间，我们也难以高效工作和生活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话题：能量管理。很多朋友都问我如何同时兼顾学业研究、教学工作、自媒体创作和骑行等多项任务。说实话，这不仅仅是时间管理的问题，更是能量管理的艺术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缺少的是时间，但实际上，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是能量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明明有整个周末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或工作，但却因为感到疲惫而什么都没做成。或者明明制定了完美的计划和时间表，却因为提不起精神而无法执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能量管理比时间管理更加重要。当我们能量充沛时，即使只有短短1小时，也能高效完成许多任务。而当我们能量耗尽时，即使有1整天的时间，也可能只是浑浑噩噩地度过。那么，这个所谓的能量到底从何而来呢？在我看来，它可以通过内在和外在2个方面进行培养。简单来说，内在是健康的心态和身体，外在则是积极的环境和生活习惯。让我们先从内在开始，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基础。我们先来看莎拉故事。他在 Facebook 的一名产品经理，负责一个重要的项目。表面上看，他事业有成，生活光鲜，但内心却常常被自我怀疑所折磨。每次开会前，
我都会听到内心有个声音说：你不够好，你会搞砸的，大家都会发现你是个冒牌货。莎拉说，这种负面的内心对话消耗了我大量的能量，让我即使在工作之外的时间也无法真正放松。莎拉的经历其实很普遍，大家想一想，当你情绪低落或焦虑的时候，你内心的那个声音都在说些什么？可能是你就是个 loser， 你这点事都做不好，你一事无成等等。这些负面的自我对话就像能量的黑洞，不断吞噬我们的信心和执行力。心理学家伊桑·克罗斯 Ethan Kross 在他的著作《驾驭内在声音》中指出，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自我对话，而这些对话的质量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水平。他建议我们培养一些不需要过度思考的仪式和习惯，用实际行动来打破负面的内心循环。我个人非常关注这种自我对话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写日记。我会关注自己在哪些事情上容易纠结和自我否定，然后想办法去破除这些模式。比如，前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繁忙，没能像以前那样高强度练习骑行，配速整体变慢了。我开始自我否定，甚至讽刺自己，你也敢叫自己骑士，简直名不副实。这种有毒的内心声音一旦开始，就会形成恶性循环，进一步降低我的训练动力和效率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我采取了2个策略。首先，我把这些负面想法写下来，然后尝试从局外人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。如果我的朋友陷入这种自我否定的循环，我会怎么帮助他们？我会告诉他们，学习是一个长期过程，暂时的放缓并不意味着失败。其次，我调整了练习策略，不再期待每天都能有大块时间练习，而是把一些小的习惯融入日常生活，比如把通勤方式调整成骑车，这样即使只有零散的时间，我也能保持练习的连续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开始给自己积极的反馈。当我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比如周末骑行了1小时，我也会对自己说，在这么忙的情况下，你还能坚持练习，真的很棒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你不仅能维持现有水平，还会慢慢进步。这种积极的自我对话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 （positive feedback loop）， 让我在面对挑战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充沛的能量。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·海 （Louis Hay） 在他的著作《你能治愈你的生活》中也强调了积极自我肯定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我们的思想和信念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健康和能量水平。通过有意识地改变我们的自我对话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情绪状态和生活质量。我发现，通过生活中的小事给自己积极反馈，比如今天我喝了2升水，我给自己做了营养均衡的晚餐，我完成了今天的训练目标等，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感。这些小小的成就感反过来又能帮助我保持良好的习惯，形成良性循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小事的积累能够大大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能量水平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小心区分积极的自我肯定和盲目的自信。对自我能力的清晰认知才能创造真正积极的能量。过度夸大自己的能力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期望，最终带来挫折和失望。来看看艾玛的故事。他是伦敦的一名金融分析师，在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工作了10年后，感到职业倦怠，每天的工作变得机械而乏味。
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。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了舒适区，没有任何成长和挑战。艾玛说，虽然薪水不错，但我的能量和热情都消失了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艾玛参加了一个数据科学的入门工作坊，尽管这与她的日常工作有些距离，但学习新知识的过程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活力。那种感觉就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艾玛回忆道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能量的来源。受到这次经历的启发，艾玛开始系统地学习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。虽然这意味着她需要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学习，但她发现自己的整体能量水平反而提高了。学习新知识带来的成就感和可能性让他重新找到了职业的激情。1年后，艾玛成功转型为数据科学家，不仅薪水提高了，更重要的是，他重新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和乐趣。艾玛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来源。当我们学习新知识，掌握新技能时，我们不仅在扩展自己的能力边界，也在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。但在我看来，学习的价值远不止于此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无论是技术进步、社会变革还是职业发展，都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和学习。我做自媒体已经有2年时间了，从内容创作到拍摄再到剪辑，都是自学的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在这个时代，重点不是学什么，而是培养快速自我学习和适应的能力。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它能帮助我们设定目标。这些目标为我们提供了方向和意义。当我们每天醒来想到有目标去追求时，我们通常会感觉更有动力，而且这个过程也会教会我们如何设定合理的目标，如何量化目标并执行计划。学习是一个自我提升、自我挑战的过程，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赋能的过程。当我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时，通常会伴随着满足感和成就感。这种感觉可以提高自信，提供前进的动力。所以，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职场人士，不要忘记终身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价值。当你感到迷茫和疲惫时，回归学习可能是一种破局的方式。学习了解自己，学习自己真正感兴趣和热爱的东西，会让你能量满满，重新找到生活的激情和方向。再来看纽约的创业者迈克尔，他创办了一家科技初创公司。在公司发展的关键阶段，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，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和锻炼。我以为这是成功的代价，迈克尔说，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，认为这样才能让公司快速成长。然而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迈克尔的身体崩溃。他经常感到疲惫不堪，注意力无法集中，创造力也大幅下降。最严重的是，他开始出现高血压和焦虑症状，不得不寻求医疗帮助。医生告诉他，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，他的健康状况只会继续恶化。这个警告让迈克尔意识到，忽视身体健康最终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迈克尔开始每天抽出时间进行有氧运动，调整饮食结构，确保充足的睡眠。起初，他担心这会占用他的工作时间，但很快他发现，这些改变实际上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。
我现在工作的时间可能比以前少了，但我的产出和决策质量却提高了。迈克尔说，我意识到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对时间和能量的最佳投资。迈克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身体健康是能量的物质基础。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无论我们多么聪明和有才华，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作为支撑，我们都无法发挥出最佳水平。保持高能量的另一个关键要点就是通过运动、均衡饮食和良好睡眠为身体充电。这3件事情缺一不可。长期的运动和体育锻炼可以提高人体的能量水平和健康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线粒体是细胞内的能量工厂，负责生产能量，而运动可以刺激新的线粒体产生，从而提高细胞的能量生产效率。对我来说，无论多忙，我每周都会抽出时间至少去健身房4次。就算在国外旅行，也要去健身房。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身材，更是我减压的最佳方式，可以排出负能量。我一般运动完后心情特别好，这是因为运动能释放内啡肽，这是一种天然的情绪提升剂。经常锻炼有很多好处，它可以改善你的健康状况、精神状态，甚至是皮肤质量。我经常思考，学习语言和健身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，都是对自己的长期投资。需要不断学习各种策略和技巧，需要设置目标并执行，能够培养注意力和毅力，挑战自我等等。这些正是我特别痴迷于这2件事情的原因。健康饮食也非常重要。如果你也运动健身，你就知道这是一环扣一环的。因为健身的原因，我很少吃精炼糖和高糖的食物，其他食物会尽量做到平衡，比如蛋白质、碳水都会摄入，然后尽量多吃各种蔬菜、水果和坚果，补充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我不追求减肥，也不认同白幼瘦的审美标准。我认为身体一定要健康强壮，你才有精力工作、学习、欣赏山川湖海。我今年的目标是增肌，平时真的吃很多，但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年初设立的增加5公斤肌肉的目标快要达成了，目前已经增了4公斤，体态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。我现在抵抗力好了很多，而且感觉比以前能量高很多。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睡眠，一定要关注你的睡眠质量。良好的睡眠可以改善精神状态，平衡情绪，甚至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的研究，比如马修·沃克 Matthew Walker 的《为什么我们要睡觉 Why We Sleep》这本书很有名。沃克强调，睡眠对我们的健康、心智和寿命都有很大影响。睡眠不足会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、情绪和免疫系统等各个方面。我的睡眠策略包括：下午3点后尽量不喝咖啡，坚持每天一致的睡觉和起床时间，周末也不例外，确保每晚睡够8小时。我夏天的时候是6点起床，现在改为11点睡觉，早上7点起床。我会设置一个晚上10点的提醒闹钟，到了这个时间就放下工作和手机，去洗澡准备睡觉。我还建立了一些放松的睡前仪式，比如阅读和做一些拉伸运动。我睡前喜欢看一些历史书籍，因为这些内容既有趣又不会过于刺激，有助于放松心情。如果有时候睡不着，我会使用一些冥想技巧，比如专注呼吸和放空思想。这些方法真的很有效。顺便说一句，经常锻炼
也能提高睡眠质量，尤其是在锻炼完臀腿之后，我常常能躺在床上1秒入睡。看吧，所有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都是相互关联的，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持的系统。再来看看索菲的故事，她一直梦想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说，然而，尽管她有很多创意和故事想要讲述，但每次坐在家里的电脑前，她总是无法集中注意力，写作进展缓慢。我的公寓虽然舒适，但总有各种干扰。索菲说，家务、电视、手机，甚至是那些需要整理的物品，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家里，我感觉不到写作的氛围和能量。一天，索菲决定尝试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写作。令他惊讶的是，在那里，他的创作效率大大提高了。周围其他人专注工作的氛围，以及轻柔的背景音乐和咖啡香气，都为他创造了一个充满能量和灵感的环境。在那个环境中，我感觉自己也成为了创作的一部分。索菲说，周围的能量似乎在推动我前进，让我能够更加专注和有创造力。索菲开始规律地在咖啡馆写作，并很快完成了他的小说初稿。他发现，正确的环境不仅可以减少干扰，还能提供额外的能量和动力。索菲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环境对我们的能量水平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选择正确的环境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利用和补充我们的能量。最后，我想谈谈的是外部环境对能量的影响。环境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周围的环境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能量水平。经常待在图书馆、书店等高能量的空间，或者参加研讨会、讲座等活动，可以提升你的情绪和注意力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不太喜欢在办公室工作，在图书馆工作时总感觉更加专注和有动力。还有一点就是要经常整理和清洁你的生活空间，干净整洁的环境也能带来正能量，减少视觉干扰，让你的思维更加清晰。当我的工作区域和生活空间整洁有序时，我的思维也会更加条理分明，工作效率更高。另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是你周围的人。你可能听过这句话，你是与你相处时间最长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这句话确实有道理。如果你身边的人总是消极、抱怨或缺乏动力，他们的负能量一定会影响你。我们称这种人为能量吸血鬼 （Energy Vampire）。因此，我尽量与那些会耗尽我能量的人保持距离，取消不必要的社交活动，减少那些消耗我能量但没有实质价值的活动。相反，我会花更多时间与那些能够激励我、支持我的人在一起，或者独处时关注自我提升和自我照顾。美国作家吉姆·罗恩 Jim Rohn 曾说，你是你经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这句话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社交环境对我们的思维方式、行为习惯和能量水平都有深远的影响。选择与积极、有活力、有目标的人在一起，可以帮助我们保持高能量状态。我相信，能量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习惯来培养的。以上提到的这些方法和策略都是基于我个人经验的分享，但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。你可能是一个学生，也可能有一份朝9晚5的工作，或者需要照顾孩子。无论你的具体情况如何，最重要的是爱自己，从内在和外在2个方面照顾好自己，找到适合你的能量管理方式，建立自己的能量系统。记住，
高能量的生活状态不是目的本身，而是为了给你的生活带来平衡和快乐，让你感觉更强大、更自信、更有活力。不要盲目追求高能量，而忽视了生活的其他方面。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充实、平衡、有意义的生活。在探索自己的能量管理之路时，关键是保持开放和好奇的态度，愿意尝试不同的方法，并且诚实地评估他们对自己的影响。这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觉察和反思，但这种投入最终会带来巨大的回报。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虽然很多人推荐早起工作，认为早晨是创造力和专注力的黄金时段，但我发现自己在下午和晚上的状态更好。我尊重这一点，并据此安排我的日程。上午处理一些简单的行政工作和回复邮件，下午和晚上则专注于需要创造力的工作，如写作和内容创作。同样，关于运动时间，有人说早晨锻炼最好，有人说晚上锻炼效果更佳。经过尝试，我发现自己在下午锻炼时感觉最舒适，效果也最好。所以我通常会在下午3至5点之间去健身房，这样既能避开人流高峰，又能在我能量相对较高的时段锻炼。关于饮食，有些人提倡间歇性断食，有些人则建议少食多餐。我尝试了各种方法后发现，对我来说，早餐吃得相对简单，午餐和晚餐吃得丰盛一些，效果最好。我不会强迫自己遵循某种特定的饮食模式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身体反应和生活节奏来调整。这种个性化的能量管理方法需要我们放下应该和必须的思维方式，不再盲目追随所谓的最佳实践，而是真正倾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声音。正如美国作家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所说，不要走在我后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；不要走在我前面，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。走在我身边，做我的朋友。在能量管理的旅程中，我们需要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，尊重自己的独特性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有种工作方式被称为西红柿工作法或能量周期工作法，它基于人类注意力和能量的自然波动规律。研究表明，我们的大脑不是设计用来长时间持续专注的，它需要定期的休息和恢复。我自己也采用类似的方法，通常会工作60至90分钟，然后休息10至15分钟。在休息时间，我会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，站起来走动，看窗外的风景，喝水，做简单的伸展运动，或者简单冥想。这些短暂的休息不仅能让我的身体得到放松，还能让我的大脑有时间处理信息。常常在休息后，我会有新的想法和灵感。另一个重要的实践智慧是学会设置边界。在这个永远在线的时代，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如果我们不主动设置边界，我们的能量就会被持续消耗，没有恢复的机会。我的做法是设定明确的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。在非工作时间，我会尽量避免查看工作邮件和消息，专注于休息、娱乐和个人成长。这种边界设置帮助我在工作时更加专注和高效，在休息时真正放松和恢复。还有一个实用的技巧是能量审计，定期审视自己的活动和关系，评估它们是增加还是消耗你的能量。对于那些持续消耗你能量但没有带来相应价值的活动或关系，考虑减少或消除它们。例如，我发现
无目的地刷社交媒体会消耗我大量的能量，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回报，所以我设定了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限制，并且更有意识地使用它们。同样，某些充满负能量的社交场合也会让我感到疲惫。我学会了礼貌地减少参与这些活动的频率。最后，一个常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能量管理实践是学会说不。每当我们说是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分配我们有限的时间和能量。如果我们对所有请求都说是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能量被分散得太薄，无法在任何一件事上做得真正出色。学会说不需要勇气和明确的优先级。当我们清楚自己的核心价值和目标时，就更容易判断哪些请求值得我们投入时间和能量，哪些不值得。记住，说不不是自私，而是对自己能量的尊重和保护。这样我们才能将能量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能量管理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或策略，更是一种生活艺术。它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和尊重自己的身体和心灵，如何与环境和他人互动，以及如何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平衡和活力。通过内在的心态调整、健康的生活习惯、个性化的策略和长期的视角，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既能实现目标又能保持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方式。记住，能量管理不是关于永远保持高能量状态，而是关于理解和尊重能量的自然波动，在需要时能够调动能量，在需要时能够恢复能量，就像自然界中的季节更替一样，我们的能量也有其自然的节律和周期。我想强调的是，能量管理是一个持续的学习和实践过程，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，也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情况。关键是保持开放和好奇的态度，愿意尝试不同的方法，并且诚实地评估他们对自己的影响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